我没事儿啊，阿东，只要你开心，哥就开心。你是不知道，就这点钱，我担了多大风险，受了多大罪。走啊！哎，阿东啊，你听我的，收下。这钱只要我不拿就没事儿，你也不会有事儿。我不要。你怎么就这么倔？听我的，让你拿着你就拿着。开车走。高会长，你怎么来了也不打声招呼啊？我想你了，不能来看看。今天我不是什么高会长啊，就是你的高阿姨，来看看你。省里有一个清风行动，我马上要到那边去开会，可能很长时间都看不到。高会长，你看，这个车间是吴总在的时候就有的老兵了，他现在依旧是钢材的出产质量最稳定的车间。还有那个角落，您当时跟我说要利用起来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呀，只要在钢厂说到钢材，眼睛里是有光的。你这个说你的车间的感觉啊，怎么有点像我在外人面前说高心怡？你看这丫头又任性又惹我生气。我是她的亲妈呀，总是要包容的，是不是？做企业就有点像养孩子，但也不全像啊。高会长，既然您让我叫您高阿姨，那我就说几句任性的话。我最近一直在想，这要是真上市了，那这公司是不是就不归我管了？一想到这公司未来可能就不属于我了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。小雪啊，你能跟我这么说，证明你长大了。你递的那些材料，领导们都看了，还是满意的。但是提醒你一下啊，上市过会的所有数据必须要准确。您放心，我不是只会做表面功夫的人。你看，正常情况之下啊，没有一个孩子会抛弃他的亲妈，但是企业会。在国外有很多这样的案例，创始人在上市之后，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之下，被董事局踢出去了。所以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啊，就是对未来失控的担心。怎么说呢？当然了，希望自己的企业是越来越好，但是也会担心，怕它太好。我之前说过，上市是一个企业要走向快速发展的必经之路。可以这么理解，这是一个民营企业的成人礼，从野蛮生长的青少年时期过渡到一个更加成熟、面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一个成年时期。至于你嘛，能不能从一个小商小贩，真正的成为一个有社会担当的企业家，全看你自己。郑总，我们车队所有的财务报表都在这儿了。我以为你今天叫我来是准备好了资金要入股呢。郑总，咱也是老朋友了，这钱嘛，我是真没那么多，但我确实也想进物流行业，所以，我以车队入股行不行？那车队谁没有啊？如果只是车队的事儿，那咱保持合同关系就好了。你拿着几十台车就想入股，不太现实。如果不是资金入股啊，咱就别聊了。哎，郑总，别急，先坐，先坐。郑总，
我们可以资金入股，您之前说的数完全没有问题。同时，车队也可以纳入公司，但是股权比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聊一下。郑总，你们稍等一下啊，出去。咱哪有钱啊？你不能骗人呐！真有钱，哪来的钱？姐给的。我本来想让他用钢厂的钱来投资我们物流这边，但他投给了小苏。当然，我对姐的决定没有任何异议。后来姐就拿自己的钱给我了，我也一直在犹豫，所以就没跟你说。我也想赌一把，如果老郑同意用车队入股了，那咱这钱就省了。可是别可是了，赶紧把钱还给他，这钱咱们不能要。不是为什么呀？他现在也需要用钱。童小琪，你没听明白吗？这是姐个人的钱，和她婚礼收的礼金借给咱们了，不是公司的钱，这算姐投资。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别别扭扭的，不如咱们好好想想怎么给人家赚钱，别让人家投资打水漂。咱们跟姐这么长时间了，她哪笔买卖赔了？行了啊，一会儿进去就按照我刚刚那个话题往下说，让她赶紧把车队收了，再多要5%的股。这税务怎么说查就来查呀？没提前通知吗？没有啊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那海关呢？为什么把我们的码头给封了？突击检查，说是清风行动的一部分，让我们配合调查。你们赶紧先自查一下。佳总，高总，高总，电话打了吗？打了，应该在路上了。徐总，徐总，税务部门到底怎么说了？他们怀疑钢厂偷税，把账封了，正在查呢。只是怀疑就给封了？不单是税务，海关把我们的码头进出口也给封了，说是联合执法。那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恢复？得先调查吧。喂，高会长。我就问你一句，新钢厂营业开始，你有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？我跟您保证，肯定没有。你没有，那你手下呢？您再给我一些时间，我查一下。好好查。我警告你，千万别动什么小心思。现在别说是账目、进出口清单，就连我们的财务科长都被税务带走了，去协助调查。因此，我们根本就无法判断到底是哪个部门、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。我们的码头现在被海关给查封了，原材料进不来。但是呢，我们的钢厂还必须要继续运转，不能断，不然后续的订单我们根本就供应不上。还有，我们的仓库也被封了，成品的钢材现在压在仓库里头，这就导致了我们现在所有的订单都不能按时交付。这样下去，资金链很快就会断掉，还要考虑违约带来的赔偿，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和我们即将要面临的问题。当务之急，我们还是先找别的厂帮我们出一部分货，应对一下眼前的情况。哪怕高价买，至少我们签的合同不能违约。我觉得还得抓紧自查，看看漏洞在哪里，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咱们得有所准备啊。我们已经在自查了呀，生产流程上，不管是原材料还是设备的维护、替换等等等等，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情况。偷和避就差一个字，金大兵，我相信你，你不能害我。您就放心吧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们都是这么运作，赵磊的公司也一样，我们这也是合理避税，节约成本。这个钱是我挣的，是我为你辛辛苦苦攒的，
我不要。而且我们面对的是 IPO 整个流程，所以公司在账目审核上面一直都非常严格。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，我们财务的透明度和清爽度远远超过其他公司。销售这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，啊，我们跟所有的钢厂还有钢铁贸易公司所有的贸易往来，那都是非常清楚的。至于出口这块嘛，一直是找这个秦邦平他们公司所代理，这家公司还是挺正规的。退一万步讲，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，那也是他们担责，跟我们没关系，我们也是受害者。那就怪了，以我们以往的经验，调查组要是没有掌握真凭实据，那不会草率行动的。你有没有跟高会长联系一下，从他那儿探听点什么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儿？高会长给我打电话了，但具体的他也没跟我说。但是我跟他保证了，一定会查清楚。从明天开始，各部门继续深入的自查，必须落实到公司每一个员工的头上。秦宝明，你听我说啊，你老老实实的跟我说，你们之前用钢铁给我联系粮，申请出口避税的事儿是不出事了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，邱总？我跟你说，税务的人现在就在隔壁查账，把我的账全都封了。你可是答应过我的，咱不能做违法的事儿。你要害死我你！邱总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不要总自己吓自己啊！你们公司部门这么多，谁都有出事的可能。你怎么总往自己身上拉呢？而且邱总，咱们这行大家都这么干，否则利润又从哪儿来呢？放心吧，我干这行也不是一两天了，这要真这么容易就被查出来了，我早就进去了。秦总，税务局的人找你。邱总，我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，先这样。秦总。税务局的人来了，现在在我公司里正调查着秦方平利用申报名义避税这事儿，是和你小子同谋？我要说不是我，你信吗？凭我对你们的了解，你觉着如果是我会在这样的小事情上做文章吗？可这件事我只告诉了你一个人，没有任何人知道，这你怎么解释？邱必正，你质疑我的底气从哪来呀？虚报品名、偷逃关税，你没犯法吗？大家都是这么干，以前可以，现在这么干不行。别秦方平说什么你就信什么。我劝你，在还没有查到你之前，赶紧把钱还给他。从我出来，你就再跟我说未来都是好日子，好日子。未来是什么日子我不知道，但有一年，是我在里面选上的。你想知道是什么？做个遵纪守法的人。老丁，
你给我开这个价，整整高出了2个点，你这也太狠了吧！我现在交不出货，你匀一些钢材给我。江湖救急，帮忙嘛。我的库存也是有数的，这个时候我跟你说啊，也就是你开口，我才愿意分你一些。这非常时期，谁知道会不会查到我头上，或者封我的仓啊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们到底是因为什么才翻的船呢？我们没有翻船，你别道听途说，我们只是配合调查。行吧，我相信以你钢厂的产量，还是能运一些钢材给我的。那这次谢谢你了啊。那具体的我让贾长安联系你。好，再见。喂，半夏，我现在刚刚到机场，我们公司突然出了点问题，我得回去查一下。对，跟你们的情况是一样的。这次啊，针对钢铁行业的专项整风行动，第一步就是税务审查。这次查到的是跟我们合作的一家公司，他们在出口申报的时候偷换概念，以退税价格高的名目出口。这事儿我们之前也没查清楚，所以也有责任。你也得回去查一查，看看你们公司有没有类似的情况。进出口啊，对，时代变了，规则也越来越明确。我们公司虽然是外企，但是也聘请了专业的国内法律顾问，就是为了随时替我们解释最新的法律法规，避免在无意中做出违法违规的事情。那你准备怎么办？按规矩办呗，错了就要纠正，该罚罚，该赔赔，一切我都接受。半夏，你们也得做好这种准备。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紧密的管理，这个我懂。那有意的违规和无意的违规，总归是有区别的吧？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。秦方平，秦总不在。哎，先生，您等一下，你不能进去。我再问你一遍，秦方平呢？他不在。秦方平，先生，您不能进去，您进去会影响我们办公的，先生。哎呦呀，哎，先生，我跟您解释啊。秦方平呢？哎，咱们这边说，您里边请啊。哎，请。先生，你也是秦方平的客户吧？实不相瞒，秦方平在我们公司从事外贸出口已经很多年了，他居然会利用职务之便，采取这个虚报品名的方式，替某些公司偷逃关税。目前啊，由于涉案金额巨大，他已经被上海警方羁押审查了。你不是跟他有业务往来吗？量大吗？哎呀，我想就算您不找他，上海警方也会找您的。贾总好。肯定有事儿。但是这次的情况真的是……吴总，薛总，我已经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，裘总和秦方平的确做了阴阳合同。薛总，您看，从我们上2个季度出口的钢材看，裘总以高强度型钢、钢结构联系量等等名义谎报了出口，隐瞒了实际情况，以此避税。以前大家都这么干，但入市之后，保管审核、进出口贸易税收的管理更加严格了。我给秦方平公司打过电话了，说他已经被抓了。所以就此看来，这件事情应该就是他们2个人的个人行为，不存在涉问指使的可能性。只要我们积极配合调查，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。至少，徐总您在这件事情上不会牵连其中。这事儿你先别声张出去，这个资料也先别交出去。电话打通了吗？打不通。王八蛋，他是想让我们一起死啊！他是。你现在马上去查一下
国内的销售和进出口这一边，所有已经签订好的合同，该付的款项有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打到公司账户上？还有，是不是直接打到他个人账户或者其他账户？你马上去查。行。大头，他不会是想跑吧？老板，你听着，现金我放在银行里了，办了张新卡，我带走了。还有一张存折，在2楼的抽屉，就是卧室那个2楼啊，第2层，那是留给你的。邱必正，我在你家坐了半天了，就等你来电话呢。你还真想跑啊？吴总，你怎么？我跟你说啊，吴总，我这次是对不起你，我也不想这样。可是我这次犯的是贪污罪，我要搞不好我会进去的，我要进监狱的呀。你以为你这样跑了就不用进去了吗？你这样做的后果更严重。你赶紧回来坦白从宽吧。我怎么坦白从宽呀？现在你说我必须得走，我出去避避风头行不行？你把电话给我老婆，你让我道个别行不行？老邱，你别犯傻了，听吴大哥一句劝，你赶紧回来吧。你懂什么呀你？我跟你说啊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就什么事都没有。我在外边安顿好了以后啊，我过来接你。如果有人问我任何事儿，你就说你不知道，你听见了没有？啊！我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先走了。邱必正，所有情况我都已经了解清楚了，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。如果你还能相信我，请回来，我保证我会和你一起面对。逃真的不是办法，明早码头见，就咱俩。来了就好啊，没连夜逃跑，说明你还有救。昨天晚上有一刻，我真的想跑，好像跑出去了，这些就都结束了，就安全了。现在想想，还好没跑。如果跑了，我这一辈子就完了。所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要拿回那笔钱？钱是给郭启东的，我总觉得我亏欠他，我想补偿他，我一分都没拿。信也好，不信也罢。那钱是在他那儿吗？他都没要，他觉得我是在可怜他，施舍他。那现在钱在哪儿？我赶到上海，我想把钱当面交给秦方平，可是我赶到的时候，他已经被抓了。我在前台大闹了一场，就把钱扔在前台了。可是现在说这些谁信？我
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。但我重申一遍，那个钱我真的没有拿。还有，公司报关税的事儿，我的本意真的是想给公司增加利润。秦方平这小子亲口跟我说的，说以前都是这么操作的，绝对没问题。我信他，但我不是故意的。邱总，偷换概念、骗取高额退税，这是事实。就像你说的，如果你真的逃了，你这辈子就没救了。所以我劝你还是去自首吧。是你的罪你就认，不是你的，谁也不会冤枉了你。我原本以为啊，跟以前一样，这股风刮过去就没事了。现在看来我错了，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打擦边球的事儿做不得了。常在河边走，哪能不湿鞋？这次我不但是鞋湿了，身子也掉进去了。以前的那套生意经不会念了，不会。姐，你跟吴总买回来的货都高于成本价3个点了，而且现在公司快没有现金支付了。都是做生意的，生怕我们会关张，所以不会给我们赊货的，必须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照这样下去我们扛不了多久的。还有就是现在生产线没有停，生产出来的货物没有地方放，入不了库啊。还有就是工人的情绪，现在每一个人心里面。进，徐总，苏总来了。徐总，贾总，妹儿，回来了。回来了，时差倒得怎么样？挺好。黑眼圈都熬出来了。小事儿。里边坐。哎，姐，那我们先出去了，你们聊。行，你们再想想办法。嗯，好，走了。拜拜。说一说你的进展吧。我看见您呢，心里就踏实了。怎么，你还担心起我来了？是不是听说了一些不好的消息？我们公司正准备上市，有一些企业出于各种目的，在这期间会散播一些不利于公司的消息。你别当真，我们都好着呢。您别骗我了，我刚从厂子里回来，好多人都在议论。谢谢。做生意嘛，总是会有起起伏伏的，这很正常。您看这个，这是我跟德国医疗公司签的合同，1个星期之内他们就会把钱转过来，我会把钱都带过来，而且我跟杰克商量过了，咱们互联网项目可以暂时搁置，我会把你所有投入的钱全部拿过来，等咱们钢厂的事情解决了，重新启动，来得及。其实我在心里面盘算了很久，谁会是第一个给我送钱来的人？我想了很多人，没想到会是你。我一理科生，不会说话，您是知道的。我只知道啊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是您相信我，所以不管您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困境，我一定竭尽全力帮你，就算不够，一定是我的所有。你放心，
我不会辜负你们叫我的一声曲总。睡了吗？睡了。看什么呢？跟老郑的合同条款过得差不多了，就等签字了。要签吗？老大现在也挺难的，不管是个人的钱还是公司的钱，我们都先还给他吧。高会长，是我管理不严，裘必正犯的错，他会去自首。我也会尽最大可能去赔偿国家的损失。按理说，我打这个电话给你就已经涉嫌违法违纪了。明天专项组会约谈你。你钢厂的原材料是怎么来的？有没有问题？原材料？什么原材料？会计审核是清风行动的第一步，接下来会涉及到彻查原材料走私和进出口废钢的问题。你没有任何问题，我都难辞其咎。配额你有没有？有啊，开公司不就有了吗？你知道一家公司可以申请多少配额吗？15000吨钢，你要注册多少家公司？15家，你搞得定？我有什么搞不定的？吴总要是敢给我，那我想开多少开多少。你带着小童多找几个人，多注册几家公司，我需要更多的配额。我打算弄5万吨回来。怎么样？5万吨，我拉回来了。喂，半夏，查偷税漏税的事儿怎么样了？我已经说服裘必正去自首了，该交多少罚款就交，看看能不能减轻处罚。高会长跟我说，现在是清风行动的第一步，接下来还要彻查原材料走私和进出口废钢。那，我想是不是查偷税漏税的事儿，拔出萝卜带出的泥啊？你还记得公司刚筹备上市的时候，你跟我说的一句话吗？我问你，你做好了被揭老底的准备吗？是这句吗？赵磊，我现在心里很慌。喂，半夏。半夏，出什么事了？喂，半夏，听得到吗？哎，老大。小童，你把冯总弄到公司去，不管你有什么办法。好。徐总，徐总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我已经和采购部的同事把这几年所有进口废钢的交易记录都调出来，给律师和法务部了。他们正在核查，这是您按的海关法。裘总和吴总过来记得通知我。知道了，徐总。
跟徐总商量过了，该交的税我交，该罚的款我认。但是，关于贪污这个事儿，我可能要禁期一段时间。之前那笔钱，你没有私自收下，主动归还了。这一点我可以替你解释清楚，帮你作证，你没有贪污。但是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这事尽快了了，让仓库和码头解封，这样钢厂和整个公司才能彻底复工。对不起啊，我是一时糊涂，对不起。哎呀，别说了，眼下这个难关能快点过去就好了。小许啊，这都几点了？有什么事儿，我跟老裘都在，你说吧，就别等了啊。吴总，我们还是等一等冯哥吧。哎呀，老冯是有名的慢性子，你等他这来，这得……哎呀，你可来了，快吧！就说嘛，这么晚了把我折腾来的，也就你们老几位了，什么事儿找我那么着急？是要跟我商量这你们股权分配的事儿？我今天约几位大哥过来，并不是要谈公司上市股权分配的事儿。华律师，人已经到齐了，你跟大家讲一讲吧。你这个算的不对，你再好好算算。哎，贾总，这大晚上你怎么来了？上市的事在你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这年度财务报表、财务分析报告，我费老了劲了。该说什么？我说，上市的事儿，暂停吧。贾总，咱不能开这玩笑啊！我没跟你开玩笑。2001年1月1号呢，公布实行了海关法，国家特设了走私犯罪侦查局，增强了打击走私的力度。2002年呢，又公布实行了刑法修正案，特别增加了走私罪这一条。我的团队呢，翻阅了之前公司所有的交易记录，发现了一个问题：我们涉嫌走私。啊？我们涉嫌走私？我们猴年马月走过私啊？是啊。我们当年从北边和黑海进出口废钢的事儿，你忘了？不是，那也是在国家规定和法律法规允许范围之内我们做的事儿啊。你和吴总手里的配额是从很多小公司凑起来的，我从国外进口原材料，也是我成立了很多子公司才申请出来的配额。后来甚至我掏钱购买了其他公司的配额。在海关看来，像我们这样企业的规模，很有可能会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，通过虚假公司倒卖原材料，扰乱市场秩序。根据新的海关法和刑法修正案呢，这都是违法违规的。华律师，我明白了。你看是这样啊，就是根据新的海关法和刑法修正案是违法违规的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过去做的这些事情就不违法违规了，对吧？对，但是我们公司一直在做进口的生意，还是用原来的方式，一直都没有停过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就是说，我们的行为现在属于走私了。专项组已经约谈我了，那找你们约谈也是早晚的事儿。那小许，你这么晚把我们约来，就说明你是不是已经想好了？你把你的想法说说呗。我当然是要一五一十的跟专项组说清楚，我们从北边还有黑海进口废钢的事，来龙去脉交代清楚。同样，我也希望你们能够交代清楚。那不行啊，你这成了自投罗网，主动认罪了呀。对对对，那个小许，这事儿啊，你还是考虑清楚啊，这等于变成了谁去谁认罪了。这个，我们主动说实话，
主要是为了说清楚，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违法的。如果刻意隐瞒，反而这个事儿就说不清楚了。说不清也不能主动承认自己是无意走私。再说过去那些年咱们做的生意完全是正当生意，也没有走私啊。我们必须要承认和解释清楚，我们当时的行为是无意的，这是我们的疏忽，我们不是故意的。所以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决定暂不上市。徐总，吴总，现在情况呢是这样的，娄征把我们的上市材料交给了证监会，而且证监会的初审已经过了。现在呢，证监会又把材料和初审报告交给了证监会发审委，发审委已经受理了，撤不了了。所以走私这事儿更不能认。注定的相遇离散，不惧过往，不问来路，不曾道过一句晚安。注定的命运多舛，不断曾经，不语将来，时间对谁也不手软。像草儿一样，风吹吹就长大了；就像花儿一样，雨停停就绽放了。时代的一束光，打在人生的海平面上，如同望远镜般，照见远方的风浪。理想的一面墙，横在爱恨的对立面上，如同放大镜般折射内在的向往。四野蛮荒，牵一马离合悲欢，修罗列场，春生夏长，劫后生喜怒哀乐，梦撞勇往。时代的一束光，打在人生的海平面上，如同望远镜般照见远方的风浪。理想的一面墙，